这个企业啊或事情啊这么复杂，我们怎么可能都能够掌握？所以比较实际的方式是说，我们用每个领域的专才，然后我们在领导这些人啊。那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所以我就重复一下，我说但是比如说你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往那一坐，那你财务部门提出他的需求，工程部门提出他的需求，那这个总务部门提出他的需求，啊，人事也有他的这个问题，各个部门提出不同的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你不能让他们打一架，做决定啊！你总经理必须判断哪一个是更关键的，哪个是重要的啊？哪个东西讲的是实在，哪个东西讲的不实在，是不是？先后轻重缓急啊，这个虚实你都要能够辨明白啊！我就举例说，王永庆听说就是这样子吧，因为我认识他的外甥，他跟我讲，开会的时候，每一个一级主管吓得要命啊，就是每个人起来报告，他追着你问你，他总觉得这里面是不是还有这个你有讲不明白的地方，就是那种文理之密察，你懂意思吧？就你讲的话，我仔细听，有任何的缝隙，立刻你给我答是怎么回事？那种一清二楚，每一个一级主管吓得个要命，他做综合判断，听懂意思吗？每一个领域都要能够这个，所以这是一种细密察物的能力。其实这就是朱子讲的格物，懂吗？格物致知，其凡天下之物，莫不就其以知之理和一穷之。你跟我报告一下，不对呀，财务部门你这样讲不对呀，这里面好像事情不这样。我再问你，再逼问，就问出问题来了，你懂意思吗？工程部门这样讲，还可以啊。另外一个部门讲，不行，懂意思吧？事情要彻底到位。莫不就而求一穷之，以求治乎其极，听懂意思吧？及其治也，就是事物之表里精出无不到，无形之全体大用不灭。每一样事情都能够密察。朱子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无有不通的，每一样事情都能够看到它透彻。真正厉害的主管就是这个样子，这是所谓君子不器。有没有可能练成？当然可以练成。就你每一样事情来，我都这个按照格物不传那个方法去密察之，把它看个透彻。久了，任何事情来你都能够看个透彻。你会先从你性之所近的地方先看透彻，有些东西你看不透彻，懂吗？但你有些你会先从你能力近的，有的人可能是对于工程，有的人是成本，有的人是这个会计，有的人是这个人事不一样，才能不一样啊。有的人数学物理，有的人历史。但你密察久了之后，触类旁通，因为只要是人做的事情，都有它的一些共同性；只要人的语言表达的东西，都有它的共同性。你可以密察之，听懂意思吧？然后你对于事物的理解又一层一层一层的上去，然后被贯通，甚至有所谓这个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无形之全体大用不明，事物之表里精出无不到，无形之全体大用不明。这个是好像什么事情都看得通，清清楚楚，听懂意思吗？这是个理想境界，但是不容易，因为我们通常能够看清楚的，还是跟我们才分比较近的，跟我们这个比较熟悉的，我们不熟悉的东西要更加倍的密察，很困难，一层一层一层，这样明白吗？我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我们现在社会都是专家自学比较多，当一个专家自学跟另一个专家自学冲突的时候，要怎么去调和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目前那个日月光的那个问题，经济部说你提供的会影响我的经济部，可是环保署说你不提供的话会影响我以后的环境。那像这种冲突的时候，
要怎么去调整？说得很好，这就不是一个专家所能够处理的，他就要通观全局，你就要看这个事情，对不对？什么事情是更为重的啊？那比如就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啊，我的看法是这样。虽然我没有时间好好的追溯了啊，不过就我粗略所得到的资料来看的话，就它所涉及的部分，当然要立刻停工了啊。那个就是中央环保署以说是什么提出的理由不恰当，说是因为管线不是私接的嘛，啊，他把高雄的环保署那个夺回去，你们注意到这个事情，然后说是他提了8大理由嘛，啊，他说是中间列的管线私接，他说不是私接的，因为他发了公文同意他接，所以在语法上不是私接，所以不能立刻停工。中央环保署莫名其妙，对吧？这就是只从专家的本位来思考。这种时刻，拜托，他已经毒害了整个后进西这么久的时间了，你跟我谈他有一条，因为你发了公文，你发公文也是你错啊，为什么？更何况他也不光是那个问题，所以那一部分立刻停工。那至于他是不是全部停工的？第一，它也不是全部，它是那一部分，大概是它的产能的若干分之一吧。会动摇台湾的国本吗？不会吧，你担什么心？对吧？这还不到动摇国本的地步了，这可以做判断。不过是日月光的产能的大概几分之几而已，是1/5还是什么1/10，那什么了不起？这个事情必须立刻要办，这就是一个政治人物的判断。这个我们当局就不行，就大家都很菜，那所有的事情都这样，懂吗？那每一样事情都是一塌糊涂，就是这样。他就在那边说依法行政，然后去查那个法条，说这个事情伤脑筋哎。那个他是要依法行政，我不是说不依法行政哈，只是说你的自己的那个法里头就已经乱七八糟了，啊，然后他合了，比如说，有8条里头有1条啊，给了8个理由，中间有一个问题提的不对，你就把它驳回去，或者跟你其他7条违背让你停工了，听懂意思吗？你没有注意这个事情吗？就是中央把高雄环保署那个驳回去嘛，引起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后来还是高雄那边决定就是立刻停工，然后把那一条就换一个讲法。像这种都是条文主义的。是，刚刚好像举这个例子它不太好，因为这个英文是这样，他们连专家之学都称不上。一塌糊涂。不过这样说吧，就是从我们之前讲到马王之争，到最近一连串的政治，我都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些部长人员不太适合当部长，上面也不适合，院长的、总统都不太适合，他都是弃之，懂意思吧？他没有通观全局、领袖群人的能力。请注意啊，我不是反对依法行政，但是依法行政是该按照法的地方要按照，很多东西是法没有犯限制的时候，就是没有规定你要怎么办，你要做判断，这是全局判断。其实到最后是能够体贴人心、体贴全局才是重点。你要知道说大家的真正的盼望是什么嘛？就是马始终不知道老百姓想要什么，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那是不行的。还有其他的问题？刚刚你说的，其实儒家在历史过程里也是曾经进行过。那前段时间应该说最之前应该重理学兴起之前，其实也是佛老跟圣贤。那北宋其实理学跟圣贤应该也是北宋遗址跟儒家有一些这些就是所谓大师的东西去引导这个理学的一个。原因不是这么简单。那为什么？他其实前面一段也是罗老师一段这个过程里面，怎么还会后面会有这个一个儒学的一个兴起？关键的原因是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啊。现在可以复制的方式来类似一个新的那这是个悲哀的方式，就是说，因为唐朝人的生命情调是这样，就是他是比较两截的人生啊，或者二元化的人生。一方面在世上求这个建功立业啊，喜欢成大功立大业啊，出将入相啊。另外一方面在私人人生里头呢，喜欢这个佛老啊，佛老私人的人生，因为这两个在一起讲难听就是很愉快啊，为什么呢？世界上我出将入相，这个成大功立大业，凭我的这个手腕能力做一番大事业，这人性的自然喜好啊。可另一方面来讲，这样之后还是会觉得人生有很多的烦恼苦闷人生人情有很多这些苦痛的事情。学佛老啊，对不对？让我这个心能够不在世界上这一些挂碍、这些烦恼纠缠上头，对吧？这是很普遍的在我们社会上也很多拼命做生意赚钱久了之后觉得人生还是很烦对不对？但也丢不下吃斋念佛让自己心里面能够好过一点很普遍嘛，对吧？这是唐朝人生是这样，这样久而久之，后来这个朝廷的政治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问题就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之后呢，这些胡人胡将这个闹天下大乱，于是当时人就觉得说，而且这个一乱了快200年后来慢慢就觉得说这样不行我们不能照原来的方法，必须要讲儒学人生必须要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道理，不能这样两截的人生。这是后来儒学跟理学兴起的根本的原因。简单讲就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懂这意思吧？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事情呢，在某个意义上其实也是这样。不出危机的话，人没那么想要去变动。但我不能因为这样去判断，盼望危机，我从不这样我不是唯在讲，我是为了人道而来谈儒家人道能好，我不一定要儒家，听到意思吧？所以我还是希望人道能够好。但如果人道不好的话，搞得逼出来这个情况。那诸位说，譬如说，为什么我说这个文明可能会崩溃呢？你们可能不明白一点，就是说，其实要维持中国这么一个巨大的文明体是非常困难的它需要很高明的政教的本领才能够维系。中国历代是必须如此。否则的话，它就很可能会造成了层层的腐化那么久而久之，大家觉得就是说也没意思，它就会，这历朝历代都是这个样子它就中间一层一层的腐化掉了，然后有权势人就欺压底下的人，到最后大家也就离心了。所以你不要说今天民族主义很强，对不对？中国如何是比较不容易了，我也承认，就是因为中国古人没有民族主义，他主要是看朝廷弄得好不好，弄得不好慢慢就崩溃掉了，对不对？那今天有民族主义，它比较不容易崩溃，可是今天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要维系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时候，他的那个比较相对专制的形态，让每个人都没有自由而且很不幸还带来了腐败。那绝对的权利有绝对的腐败，听懂意思？所以专制跟腐败、权力的滥用是很难克服的问题，这是今天中国大陆的问题。而他如果不这样，他又很难维系他作为一个整体，所以他是隐藏的崩溃的危机的，请注意一天到晚出习近平的这种反腐反贪吗？这是个长久之道吗？是不是？那是因为他是什么官2代他才能这样反贪反腐。那哪来官3代、官4代？听懂意思？底下人没有他这么力量，那上面人就形成共犯结构就既得利益者、权贵经济、权贵政治。所以，所谓专制跟特权跟腐败，跟权贵的这个势力的集中，跟老百姓的这个厌恶，它是连在一起的。举此一例来讲，不容易搞的。
所以儒学为什么会君子不器？因为啊，他就是要面对这些修齐治平的一层一层的问题。那所以说分成很多小国，不是很好吗？像西方那样嘛，对不对？中国的战国时代已经告诉大家这个结果了，那更是民不聊生。五代十国、魏晋南北朝都是一塌糊涂，所以以前的历史经验说那更糟糕。所以简单说到这吧，所以我让诸位了解。所以一句君子不器，其实牵涉到很多背后的背景。今天大家都弃之了，对不对？都成为一才一艺之器了。今天要提倡君子不器之学非常困难。我讲儒学讲了这个半辈子了大半辈子，就几乎就没有碰过愿意走儒学路子的人，没有的，听懂意思吧？因为大家都要在现代制度底下讨生活都形成一个专家了一才一艺了你要他去说发这个心去面对整个文明跟文化宇宙人生的根本的问题，这个很难哎，您不就是了吗？不容易碰到。是大师出不来呀，所以不容易我也谈不上大师，我只是很努力而已。那么，这个是不敢自居的所以，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问题在那里，这倒不是我虚构的。这个问题的原因核心在于，这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汇所构成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文明的前景底下该怎么走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所以问题底下会逼出很多，慢慢会有越多越多的君子不器。大概是这样。好了，这条讲了不少，我们再讲一条我还是觉得我讲的稍微有点慢，虽然我并不想赶课，不过我们又不急，我们又不急。可是你们多知道一点圣人的这个教训，对人生有帮助你们要自己看，多背的，好吧？这里面有甚深奥义生活里头碰到问题拿出来想一想所以我们这个，我想这一条发挥的差不多了我们该往下讲。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行在言先，言随行后这个所谓敏于行而纳于言这是一个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话讲得多好这是以前这讲得好现在要宣传要正信沟通正义宣导你讲的话不仅要自己相信，而且你要先实践。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很重要。尤其讲做人处事的道理。做人处事，这跟你刚刚讲的宣传，这个不是同一回事不是同一回事宣传有时候是要宣传对不对？我要办个演唱会，我要宣传，否则人不知道有个演唱会对不对？我要卖个产品，不宣传，人家不知道这个产品跟这个不是一件事情这讲做人处事的道理就是我们觉得做人处事的道理，一定要先行其言。对。不是领导人吗？这是个有德性的人有德性的人。论语的君子有两种意思，一种在上位的人，一种是有德性的人那这里主要指的是有德性的人，这才像个君子那诸位为什么说君子为什么要用这个封建的这个讲法呢？其实是因为以前的这一些贵族阶层的那个自我要求非常的高的你们如果读这个《左传》读古人的记录知道，他那个自我要求其实非常的高。这个其实中西的贵族都有类似处在某些他们看重的地方上，
他们自我要求很高，这是一个贵族的一个自我认同跟身份，所以就以这个基础底下继续讲就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这个你当这个你当部长的，当老师的当经理的，你总要做点是一个样子，对不对？你不能就在那里滚在地上撒野吧，懂我意思？就是因为你的位置本身会带给你一种责任。原先是这个样子我顺便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所谓封建的源头所以这个中西皆然。那尤其中国古代，他特别看重这个事情，所以很重视。钱先生特别写了一个，就是春秋时代人的道德精神，你们可以看到那篇文章，那个非常经典的那种自我要求的标准，极其严格。就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我们讲的任何的道理这个行当然这是讲做人处事方面，我说也无所谓行不行就是做人处事方面的这些事情，你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做到了才说这个是多么好对吧？这个其实西方人也讲要重视这个 consistency 一致性 integrity 完整，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个人性之中的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或者说你自己这个不相信的，甚至于不做的或者做不到的，这个不行，这非常重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有没有问题？队长？您刚说前先的那个春秋时代的道德精神，道德精神。你可以看一下，先行其言，这个词义非常的简明，道理也很明白我们做人做事总应该这样。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做人处事。老师，那他的意思是说，先做，然后再说，所以还是要说咯。要说，这个好道理为什么不讲？孔子也在讲道理对不对？我们这里在研究孔子所讲的道理那换言之，孔子讲的话都是他要先做的，他都先去实践的，先做了他才讲。包括这句话。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所以那个言是教导的意思，不是讲。其言，对，就是我们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话。比如说我们说人要这么做。当你要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自己要先去做。这个意思很简单，也是以身作则，非常重要。你自己不这么做就不要去讲。先行其言，而后从之，非常的简单，而且这文辞也优美。其实《论语》的话是非常的简洁有力量。朱子说这个，他是年轻时候读《论语》《孟子就觉得这个文字很好后来读了书一辈子书，要找到比这个文字好的也没有。这是文字是最好的。对，为什么是子贡要问他要这样讲？是不是子贡话多？你别去想那个事儿。答子贡，你子贡问君子，他答子贡是个好学多闻之人所以自足以知圣人。子贡是非常聪明的所以他问很多话是他问的。子贡问君子，怎么样当一个君子？做事在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你说这个特别教子贡吗？是不是骂他？这个你做事要先做到你再讲。这个不是完全没有，这样讲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啦。其实我刚才想一讲，再进一步想想，就是说，因为子贡聪明嘛，有很多东西他先明白，自足以知之。
这个行为未必能够及之啊。孔子可能会特别这样教他，这是有可能的。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不过孔子倒没有特别，其实似乎在其他地方怎么批评子贡说他做不到。子贡是言语第一嘛，对。我看，德性言语，怎么样？有问题吗？我看别的书，比如说黄传山那个十大全，就对这点，他说是这个范式讲的，其实并没有道理，没有说能够更孔子，就是说让他有一句话问孝，或者说问君子，他不同的回答。他有些宋儒就说是因为问的那个缺点，王传山是说其实他没有知道，其实没有，不是这个样子。应该是没有必然性，这个绝对是没有必然性。所以我第一个反应也说，其实不必这么讲。不过有的时候会有连结性，没有必然性，你不能说他一定就这样。所以我说我们不能说一定就是因为子贡这样啊。但是有没有可能说是因为子贡是这个特别的聪明有智慧啊，特别叮咛他说你要先行其言，好像这样也是合理的，但这只是推测，因为并没有其他地方去特别批评子贡啊。我也是在乱想，但是主要是我的疑问，最主要的疑问是做了就做了，何必要讲？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讲话呀，你不也在讲话吗？我们也在讲话，我们讲话里都会提说人该如何，不该如何啊，是不是？那是在都会有。您教我的时候，我觉得有疑问我会提出来，但是我们有些做人处事的事情，比如说我要怎么做人处事，我做了就是了，我还要去跟人家讲嘛，除非我是当老师，否则我所以我在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我知道人不太可能不讲话，譬如说你对我们的晚辈小孩，你总会跟他讲一些如何，这个该如何可期。你跟朋友之间啊，亲人之间，有的时候也会要谈到一些事理，大家该怎么做，是不是？这都不可能不讲话的嘛，因为人的沟通主要是靠言语啊。那我说这谦虚方面是不一定的，做了就做了。我知道有些人他是这样，他可能会先把说他的愿景讲出来，然后再照着愿景去想办法去达到，想要利用说话说出来这个力量，强迫他自己去提升到另一个境界。那以这一章来讲的话，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所偏误？这个就是你说明白，这是我的愿景就好了。啊，你不要把它变成就是说一个因然嘛。啊，这就不冲突了。我可以有愿景啊，我有一个I have a dream 可以啊，对不对？我希望这样，这就是我的 dream， 我讲明白，大家都说这是你的 dream， 让你很努力，对不对？那做不做得到，这有很多内外在的条件，是不是？这就没有问题了。还有没有其他的？事理都要分明，这个必也正明乎？每一样事情必须非常清清楚楚。这样的话，其实就会那个。上次特别不是引这个臣子的话，他说我们如何能够做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呢？他说知言穷理，知言穷理，就是每一个这个言啊，要知言，要能够穷理。他什么意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事理就会分明。那很多我们以为冲突的不冲突，很多我们以为不冲突的其实是冲突的。听懂意思吧？有没有问题？
情主要关键是目标啊，就是譬如说我的目标如果说是当一个工程师，对吧？那么我隔的这个理难免就只是一技一艺这一方面。我的目标是想要做一个好人，那什么是好人呢？或者我的目标希望我的生命能够充实而美好，那我要求的理就是让我生命充实而美好的这个理，听懂意思吧？所以是我们的目标会来决定我们所求的理的。那你譬如说，这个很多学理工的人他往这一做，他听我讲，我听什么或者听人讲，他人文的部分他听不进去的，他会注意到说你的这个声波的这个变化，这个麦克风的频率、效率，这个房间什么，懂我意思吧？他求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求什么理，跟我们其实注意什么其实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儒家这个所谓君子不器这边所讲的求这个理，主要当然是所谓修齐治平的这个理，他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照我们现代人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比较充实而美好的人生让我们的身家乃至于我们的亲人朋友，对不对，都能够同享这个福祉。这样的穷理也就是不器了。这样不知道能不能，好像有一点不切，我觉得，你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没有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觉得，我追求了半天，可是这个东西好像跟我生命本体其实也不见得有什么。但是可是我又要很努力的过日子啊，因为我必须要做身边的事情，那你就要问说，你追求了半天是什么东西呢？在追求的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为什么追求了半天还会觉得不切呢？就是他老师讲的，就是说，好像你花了很多功夫变成某一方面的专家，后来其实发现，这个时候就是完成不了那个任务、那个计划、那个事情。那到底跟你本身是没有关系，然后你转不过去，这些都跟你没关系。对。那到底要怎么样才会比较这种太狭窄？OK，那他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要就我们人生的一些最普遍的、最贴切的事情，要去问说他到底是怎么样子那在用《论语》的话来讲，那就是我们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乃至于我们跟国家，以前叫君臣之间的那个相处，那个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细节，好好去体会说，它到底能不能让我们觉得充实，跟比较美好。所以知言穷理就在我们跟亲人的、家人的、朋友的相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里头，我们就好好体会。那所谓格物致知，古人的格物致知我们现在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积凡天下之物，莫不究其以知之理而以穷之呢？它那个物其实是就我们每一天碰到的这些事情，就叫切问近思早上碰到这个父母小孩、朋友、学生、老师每一个这个就是事，在这个事情上面去格物，格说那到底我们处得好不好
要这么去格物。啊，那你心里面稍微有点不安，你就要去调。那你让你自己心永远时时刻刻都能够觉得安，它是这样子，这样去知言穷理。所以格物穷理是在这个上头求，知言穷理也在这个上头求。我也是后来才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我们现代的格物都是书本上的格物，啊，都是专门技术的格物嘛，那个离我们生命远。古人的格物是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事情上格。懂意思吗？我就是觉得说，好像我的人生空空荡荡的呢，还是我的人生紧紧张张的呢，还是我的人生这个总觉得不实在呢？就在这个事情上格，就从早到晚的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去格物、求理，我去体贴它，啊，再放到我的心里去好好去体会，说这样好不好？我就希望它能够更好啊，这样我的人生自然就越来越美好。因为这就是我生命里的每一样事情。所以，儒学的下手处就是这里讲的入孝出悌、谨而信、泛而重而轻而心有余力这一学问。它的次序是就是我生活里碰到的这些事情呢，对以前来讲碰到的事情最亲切的就是父母长辈、兄长这些家人的这些事，因为他根本都活在家族里头，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家里头，在社会上是这样子格物穷理。所以我们读的这些书，不是说客观的得到一点知识，这个是次要的，主要是说，就在我们生命里的每一样事情，去好好去体察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如何让它更美好，这样跟我们生命就很贴近了。这个才是所谓做人处事之学。做人处事之学不是一个书本上的客观的抽象学问，是我怎么活的问题。我从早到晚每一刻怎么活，这么活，是这样子。这样清楚吗？儒学是这么学的，这也就是儒学的价值所在。它教我们提升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最真实的每一个具体生命。我怎么把我的每一天的生活过得更好？我跟我家人的、朋友的、社会的、文化的关系，我做得更好。所以儒学就是我们的生命之学。所以为什么它重要呢？它当然比我们的一技一艺之学要重要。好，这个问题。那问题，我发现我每天做的事，可是我都没有去想过跟你去的那个关系。可是我是真的每天很认真在做事情。就是小的时候，我大每天就偷一点时间去看看那个报。然后后来要公活也走了，小孩也大了，我11月底，然后我就去考试。然后现在工作有时候空下来，小孩也大，也不需要我去做什么，我就开始，我去年就去念韩文，我就自修韩文，今年考过韩文2级。然后我学了一些新汉韩文，我每天就找事做，我也不知道我做这个要为了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很充实，然后每天就像过得还蛮踏实的，然后跟同事什么的关系都不错，然后减少跟先生这样。比如说这个钻牛角尖然后会引起冲突，然后是跟小孩有什么不愉快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我好像把自己处理好，我就解决很多事情。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跟儒学没有关系，我只是自己好好过日子。我想就是你的就是家庭基本上还是比较这个平安的也比较有福气的所以可能你比较不去觉得要去处理这些家人或者说，实际上应该说反过来讲，你可能主要的心力平常都在处理家人这件事情，对不对？那在这个之外呢，你给自己一些空闲那么去学一些各种的才艺各种的语文那这个呢，
应该这样说哈，我们讲的儒学是说，是就我们的生活里头，跟家人、跟这个朋友、跟社会、跟文化的关系，如果我们觉得有什么不好的时候呢，或者觉得不够好的地方呢，我们好好去充实改善之，倒不是就说我们学的这个所谓的语言啊或才艺啊这方面的，那个重点是要放在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体上头，生活的主体其实是，其实以我对你的了解其实你是非常为家的，你是整个投到家里去了，然后从这个慢慢小孩大了这个多一点时间自己学点东西，让生命也觉得很这个平衡，觉得蛮好的，这是很好的，这没什么，这当然很好。那就我们一般来讲，儒学讲的是所谓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之间要如何处得好的这个序幕，人跟社会、人跟家庭这么一个序幕。好，大家明白哈。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时间差不多比较晚。好。